豪哥回来了，来，现在我们介绍的是 LV 的黑瓶，这个月才上市的，也是 LV 的高定系列里面第5支黑瓶啊，叫做沙漠之星，康乃馨的星哦，啊，来，沙漠之星，对，跟我们的一般理解的锌不太一样，它是对康乃馨的锌哦。那它的白瓶和黑瓶，你看那个差别就在这里哦，啊，白瓶黑瓶。那因为他们再次跟强调一下，就算 LV 这么大的公司，你看它现在也是环保包装，就是非常简单的。所以它现在它本来就没有封膜了，是吧？对，对，它就用一个，你看它用一个纸，然后一个虚线都自己打开，对，打开就是这样，我没有拆任何的膜，它不给你任何的塑胶，是，所以你会觉得哈，我花这么多钱买了一瓶香水，但是你看，就算是 LV 也是对，彻底执行，对环保，环保。OK， 好，那这一支也是女香，也是女香。是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黑瓶越出越淡，然后越出越平易近人。哦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好，也有人叫它沙漠之花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那沙漠之星会是有康乃馨的味没有道在里面？哎呦，没有。那为什么会是这么取法？对，来，我们试试看它特色的地方。可能叫沙漠之花的太多了。那个时候还没出啦，对啦，这个月才出的。乌木，有一点馨香的花感，是不是？一些辛香料，然后花。可闻它是乌木，蜂蜜啊，哎，有嘞，厉害。哦，好来，蜂蜜、肉桂这是前调，中调玫瑰、茉莉、橙子花，基调是沉香木、降龙涎香泥。还有你最爱的龙涎香啊！哦，好，这支是不是就觉得哇，跟刚才那一支比起来，这支更像白瓶，它没有这么强烈的冲突感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跟上一支的暗涌的香甜味啊，还在那个香甜味。对，它这个蜂蜜呈现的就是确实很明确了，一开头就是这样。哦，对。那它原厂的介绍，蜂蜜就是在干旱的沙漠里，每隔5到7年会有温暖的雨水降下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唤醒了在沙漠里面的花，大部分是紫色的，对，这是它的意境啦，这是它的意境啦，就是沙漠中盛开的紫色花海对，那确实有这种花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它的茉莉非常明显，那非常显香，对，持香可以跟这个。照理讲，它应该要比这个要久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都试过了，应该是差不多。但是因为可能这个太久了，是因为是这个太久的关系，不是这个太弱，是因为这个太久了，那这个味道更重。对，味道更重。好，那豪哥帮我们说一下这一支你会选择沙漠之星的原因，因为它是一个以黑瓶来讲，它非常非常的平易近人。我当然不是指售价，而是这个味道，它没有任何太过冲突味道，是任何一个，因为它前面出的黑瓶大部分都是比较男性取向，味道非常强烈，非常强烈。像我们拍过的，沙漠之花，沙漠玫瑰，沙漠玫瑰，有人说太木质了，太木质了，有人说太木质，这个时候林心碧因为有闻过沙漠玫瑰，来比一下。对，但有的女孩子说那支太木啊，就是木质调太重了。我蛮喜欢这一支的，对，香甜的花香，我蛮喜欢这一支的花香对，所以他出了一支真的，我觉得是真的是偏女性，对，偏女性。那这一个我也大概讲一下，它因为蜂蜜
加上花香，这个蜂蜜一直把这个花香给带出来。而且它的蜂蜜不是太甜腻的那种蜂蜜不是哦，不但是蛮天然的蜂蜜哦。对，非常天然的蜂蜜。那个，老师去喷的。对。然后它的花香，最主要是它呈现的还是最主要的是花香的部分啊，花香非常显象。你说乌木嘛，老实讲，在这一支里面没有这么的啊，可是我是没有这么乌木强烈，对，也绝对不可能腥臭，但是也绝对没有这么的强烈，所以它是一支让女性非常非常好入手的一支黑啤。我想这才是它在今年推出的目的，大概就是有顾客反映，就是它的黑瓶，就女孩子真的可能是不太适合。那这一支真的会颠覆你的想象，因为它的难得会有这么花香，然后把乌木大概是降到已经是最低了。现在乌木的功用只是为了延长它的持香时间。这一支有乌木吗？有啊，你闻不出来对吧？对可是我有乌木可是我有乌木真的是一点点啊。没有，我现在还在蜂蜜跟花香之对间，有一些，但是还没那么明显。对在肥猫它的乌木真的是非常非常低，是我其实刚闻的时候稍微有点错愕，想说啊，这哪里来的乌木？跟我想的黑瓶不太一样。真的不太一样。那我们有现场来了一位非常女性的优雅的姐，对，那优雅的姐她说这一支味道非常的优雅。对，那她说一下好了，不一定要入镜啦。对，她闻过了，她喷过了，她喷过了，她喷过了。这支给人的感觉非常优雅，感觉像是一个很高贵的女性穿着缎面的晚礼服走进晚宴中，然后会让人觉得又不突兀，很让人喜欢的一个味道。真的还好有女性代表来讲，不然这么美的香水，我们两个这么阳刚气的宅男在那边讲啊，真的是宅男是你，对，不是我，对，真的是我是看着肥猫讲，我是看着豪哥讲。其实这一支你说我来讲哦，刚才姐那个我有点画面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像那个007的那个女郎，对，从高级车，就是那画面从高级车走下来，要走入那个会场，然后要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？影展要走红毯是吧？对，皇家夜总会。然后刚好又是，常应该也是中东那边拍的嘛。对。那姐她特别讲说，而且是穿缎面丝绸裙，是不是？丝缎裙，丝缎晚礼服，绝对不是穿牛仔裤，对吧？那可不可以多帮我们讲一下，你会用在什么场合？除了刚刚你要参加晚宴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场合可以选择？除了参加重要的晚宴之外，我可能会选择跟心仪的男士约会的时候，诱惑他吧。哇！你这样一讲，这个原来他的怎么了？上的意思要想要被诱惑？没有，我必须讲哦，就有时候我以一个男性的角度来做一个分享，有时候我们买女香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这个味道，而是喜欢它出现在异性身上的味道。所以你都一直拿这一支去喷别人，这样。有点高冷这一支有人会吗？我觉得啦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如果用在女生身上，这支如果用在女生身上，会给男生会有个感觉吧，会觉得女生应该是那种很高贵、很难亲近的，然后就会想要去征服她。霸气所以你用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可能意欲就是想要，当然就是心仪的男人面前，然后让他心动这样。这个我发现 Angela 姐很适合当我们的两性作家，对，两性作家，她在揣摩这一个点是非常的到位哦。那是因为我只是很单纯喜欢这个味道出现在异性朋友身上。是，对。那我现在闻到它融合的蜂蜜与花香料融合的越来越美。对，这个是，其实这个就是它黑瓶厉害的地方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层次，可以让你去享受这个香氛的气味。是，那你觉得这个以你男生角度，你觉得你闻到这个味道是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？
在这个我当然觉得这个比较适合，就是以季节来讲，当然是秋冬啦。那其实因为它没有这么的爆炸，其实我觉得4季都可以啊。然后一定是晚上，而且是有空调的地方，因为它可能这么优雅娴静的味道，但是因为可能是现在，如果你现在走出去，晚上大概可能还有32、3度，那个实在还是太扩散太强了一点啊，扩散太强了一点。是，但是只要有空调的地方，它给你呈现就是一个美好。我不能讲它扑倒香，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性的味道。对，虽然这一个是蜂蜜跟花，目前呢我还在强调蜂蜜跟花的结合，这看起来很像是非常的白天阳光洒下来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支反而是夜晚深邃的迷人的那种时刻哦。对，反而是晚上合适。对，不管是吃饭还是有活动的时候，对，有活动的时候，是，对，都非常适合。不管你是不是优雅的女性，都非常适合女性。对，它不会给人家一个太冲突的味道。OK， 然后却是一个非常有香味记忆点的一瓶香水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，待会回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支后面怎么样的改变。没问题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沙漠之星回来，现在从沙漠之星回来了吗？对，从沙漠之星回来，然后我们来试一下，因为我已经闻过了啦，你们闻一下，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味道了，请说。甜甜舒服的花香，对，非常不一样的黑瓶，大概是它黑瓶系列里面真的是最平易近人的，那也是最女性化的一支。就前面不甜的蜂蜜结束后，但是你可以微微闻得到蜂蜜，它的蜂蜜跟肉桂都没有非常强烈，不会像沙龙香给你那个打破了蜂蜜罐子一样，它就是给你一点点微微的，应该讲这个蜂蜜感觉应该是讲那个蜂蜜水好了，就是你喝下去有甜，但是不会过甜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整个都是花香，对我蛮喜欢它现在这一支味道沉稳下来之后的表现哦。因为前调它是蜂蜜跟肉桂、茉莉，还有这个肉桂、白花香，它是比较明显的还有肉桂我是比较没有什么味道，对，它没有很重的肉那个香料味啦，应该讲清香感没有很重，对，但是现在都是花香，一开始它的味道算是比较利的，比较锐利啦，比较锐利一点。对，不管是花或者是蜂蜜，都算是蛮凸显的。可是随着后面融合，它沉稳下来之后，对，这个结合却是格外的柔美。我还蛮喜欢现在这样的，一样是蜂蜜，一样是白花香，对，那但是沉稳下来之后是让人家舒服的。对，对，因为我有寄这个试管给喵王啊。喵王喷完之后就说他要去买了，对，对，所以因为喵王我们都知道是花香喵王嘛，对于花香可能他的看法会跟我们更有不同，因为他买了这么多花香的香水，但是难得他闻完就说他要去买了，所以他真的是一个，我觉得从前调结束、蜂蜜结束之后，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温暖舒服的花香，真的有那种沙漠感。那乌木味，他们最怕的乌木味有没有闻到？一些些，对，它有一些木质调在里面，不能讲乌木味，真是对，木质调，没有那种乌木的腥臭啦、厚重啊、黑暗啊，对，不会，这个不会联想到黑暗。但是因为后调有你最爱的龙涎香了，所以你的 range 可能会大了一点，因为真的有中你的那个。对，难怪后面越闻它越迷人在这里。对，因为这支就有可能是你的菜，虽然它比较偏女性。对，所以我一直联想到它是在夜晚的时候出现，它比较非常性感。白天，对，龙涎香嘛。是，对。难怪刚刚这个 Angela 姐说的。缎面礼服，对不对？皇家夜总会晚宴，对。那这个似乎就是晚宴结束之后，所有人都离开了，就只剩下你跟你最心仪的对象坐下来，
就是手上各摇着一杯酒这样子，那对谈的非常的在窗台微微的凉风吹来，然后对聊天，对吧？翘着脚，对然后斜靠着这个沙发椅背这样，对对，就像你现在这个姿势一样，好不好？一个非常放松恬静的味道。对，那又非常迷人，特别是眼前这个美女又很迷人的时候。对，我你在讲肥猫啊？完全没有，我现在在讲的姿势是 Angela 姐。哦，Angela 姐啊，Angela 姐啊，非常合适哦。对，正在讲你这样。对对，就很像你的很像你的形态了。对，哦，穿着睡洋装，好不好？对，很迷人。对 ，OK， 好，豪哥，你把它定义调在什么样的调性？这其实也是东方花香调，对，也是东方花香调。这是表现方法不同，然后他们放的系列不同啊。是，对啊，因为通常基本上有乌木，基本上都是东方花香调。对，对。哦，因为有木的都算东方花香调，有乌木的一定是东方花香调，因为在他们来讲，就是老外的分类方法，有乌木的很少会放在纯粹花香调，他们都是一就是为了凸显它的层次，二就是延长它的持香时间，所以他们都会把它放在所谓的东方花香调，就是比正常的花香调要再沉稳一点，没有这么的活泼啦。是，好 ，OK， 没有这么的活泼。东方花香调这一支你给几分？哇，这是我给9分，这是我给9分，因为它从前面就，我更正一下吧，9.5分。我知道它的评分很差，就是在外网的评分很差，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支。也许这支为什么评分差，是因为它不对老外的调，因为老外可能喜欢的是更强烈一点。是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支非常对亚洲人的调。对，我们有一个英国客人呢，他来现场了，他就是只闻那个重的味道，他来跟我讲说。他说有一些牌子刚进来，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就已经闻得很重的味道，所以他一直找寻不到重口味的。那他来的时候10年前就来台湾了嘛，来台湾竹科工作啊。那他在做的发现这10年台湾人的口味也慢慢渐渐跟上了。哦，那所以可见得说，其实外国人他可能对你手上这一支沙漠之星，对，会觉得还好。那但是我觉得非常符合亚洲人的口味，是刚好非常的贴近的，所以我们其实合理怀疑他是为了亚洲市场做的，有可能对，因为刚才讲他的黑瓶个个都是核弹，都是到处扔，对，是，但是从夜宴之后就慢慢的，就是他就把他这个就稍微调下来一点，就不要他，因为他毕竟是个全球性的奢侈品牌，是它的卖的东西当然也是以全球为考量了。是，那随着亚洲消费力的增加，它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一块了。OK， 好，那9分，你是9分，对，你刚刚9.5吧？啊，9.5了，好了，9.5，给几分都不知道啊，来金特累了，他已经闻到累了。好，我会给到9.2分。9.2分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它就是越晚越迷人。对，那它是一个适合晚上散发你独特吸引力的一支香水。哦，那这就很像我刚刚形容的，最后结束就是坐在窗边找人心仪的对象，手上还摇着这个红酒杯，聊得非常开心的画面。不管红酒、香槟，反正都是迷人的女性，愉快的聊天，迷人的酒香。对，对 ，OK。那肥猫给几分？这一支我给9.2分。9.2分。它颇性感的，颇性感。这个花香调，然后最后面还是有点乌木的味道在，但是不是那么重，淡淡的。对，淡淡的。这支我比上一支更喜欢。对，是我们都一致的这么的认同哦。对，好 ，OK， 非常谢谢豪哥今天为我们带来沙漠之心，谢谢，下次见了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